纯姐姐，怎么了？你师兄现在有危险，我们得赶紧。纯儿，跟我回去。狄大哥，你说过会帮我的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会帮我的。你一定有办法可以阻止父亲的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真的不能杀梦真，杀了梦真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狄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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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能杀梦真！狄大哥，你帮我守好大小姐，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放我出去！纯姐姐，怎么了？半生寒暑，刀背藏身。雷总堂果然不是轻易放弃之人，连亲生女儿都利用上了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要想保命，
得拿你的命来换。就算你能得手，你确定有桥集团会放过你？那照苏公子这么说，我没活路了。有，你我联手，将有桥集团连根拔起，这才是真正的活路。江湖人的活路，靠的不是别人给，而是你手中的刀。杀他们呐，远在天边，我够不着；杀你更容易些。温柔，我是6分半堂的大小姐，你要是敢动我们，我就让你死！你放开他！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？
温柔，温柔，纯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纯姐姐，快去城外十里亭，去救苏梦辰！你说什么？快去城外十里亭，去救苏梦辰！快去！保护好温柔和雷传，他们在巷子里。快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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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偷偷摸摸杀我大哥，这事儿干得不光彩。雷总堂如今没有胜算，就此退去，离开京城吧。半生江湖，岂能说走就走？狄大堂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夜杀不死苏公子，有桥集团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只能牺牲总堂，来保住6分半堂。我还约定了，要保大帝不死。你就这样回去，小心堂里人不服你。我尽力一试。等事情告一段落，还请狄大堂主主动供出有桥集团的一切。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来找你的。走。
纯姐姐，我进来了。纯姐姐，你穿我的衣服吧。纯姐姐，今晚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讲，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那个人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就当做被狗咬了一口。二位小姐，给你们送药来了。哎，劳烦管事了。楼主晚些时候会来看你们。那王小石和白愁飞他们，楼主、白副楼主和王公子都回来了，都挺好。敢问管事，苏楼主可说昨夜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这管事但说无妨。听说雷隼总堂主死了。我不打搅二位了。等等，狄飞京呢？狄飞京倒没事，听说他反水了，打了雷总堂主一掌。哎，这亭子下面又埋了火雷，雷隼总堂主最后被炸的，哎，连人都没找到。告辞。春姐姐，温柔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。夫人，总堂，还有你，就像我的家人一样。如果这江湖注定不能平静，那我狄飞京也要拼死守护我的家人。这就是我的小愿望。川儿，你记住，只要我狄飞京不死，雷家的人就不会死，这是我一生的承诺。总堂先去扬州，等风头一过，我便接纯儿过来。这里是北营林子吧？应该是。雷震烈就埋在这儿。那是我到京城的第7个年头。当时的6分半堂还是江南霹雳堂的分舵。总舵主雷震雷说要来京城看我，我担心被他分了权，就设计把他给杀了。那天晚上，
下着好大好大的雨，我想埋它，可怎么都埋不上。洒下的土一下子就冲走了。我看着他那张死人脸，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我。我陪他站了一宿，等到第二天埋上了，我才敢离开。江湖人说，你没有朋友，去找帝飞京；没人了解你，去找帝飞京。找到了帝飞京，他既是你的朋友，也是你的知己。你真的对所有的人都那么好吗？在你的心里，总该有个轻重吧？你老实回答我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守着我，守着6分半堂，还是守着纯儿？这3样里，哪样最重？守纯儿胜过一切。你总是违抗我的命令。你说守我，我不信。6分半堂再辉煌，终究是个死物。你说守他，我也不信。说守纯儿，我信你。那就够了。雷震雷死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句话，他说你走到这一步了，就别输。输了，你之前杀的所有的人都白死了。我杀了那么多的人才换来今天的位置。我输了，我走了，他们就白死了，人白杀了，我雷损就白活了。东堂，东堂，别拦着我！也别跟过来。记住你说的话，守住纯儿。吃吧，吃完就到家了。我守你，就像守父亲。我就知道，总堂没那么容易死。是没死，可要是这么窝窝囊囊、躲躲藏藏的活一辈子，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我的棺材在哪儿？就是这一口，我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口，就在后面。我无牵无挂，棺材也备好了。不管总堂要干什么，算我一个。召集在京所有的堂主，带上这口棺材，
给苏公子送一份大礼。是。恭贺苏楼主！承蒙赏光，金风细雨楼将在日后与大家同舟共济，还望鼎力支持。苏某在这里敬大家一杯，干！干！看到这个场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替大哥高兴。大哥昨日见龙在田，今日飞龙在天。他是当世英雄，我也想像他那样。曹操煮酒论英雄，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很多人都认为，强勇霸道就是英雄。可是我觉得，英雄多半是能屈能伸，有勇有谋，而且高瞻远瞩，能随机应变。成时天风海雨，波澜壮阔；败时也能扶风带雨，顾盼生姿。能看透这世间的，是智者；能看清自己的，是哲人。你很了不起，你都能看透。但我想的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想看得这么透。我觉得男人不能一日无权，得到了我才会快乐，失去了只会痛苦。就算荣华富贵是白云苍狗，我也要抓住它，这样才不枉此生。胸怀壮志是好事，但丝毫勉强不得，也着急不得，否则恐怕为福者少，为祸者大。我管他是福是祸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遵从本心，千万不能和自己作对。你力克了5大高手，又打败了雷损，想要天下闻名，那也是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那我真希望那天赶紧到来。不过你每一次大战你都参与了，你不想成为天下闻名的英雄啊？我当不当英雄无所谓，反正现在啊，你们都想当英雄，那我就当那个披荆斩棘的人。神通红礼到！我家小侯爷今日无法亲身前来，派在下送上这扇红飞金龙地上天王玉屏风。恭贺苏楼主一统江湖。小侯爷也太看得起苏某了。有此为凭，苏某高枕无忧，替我谢过小侯爷。6分半堂礼到。终于来了。雷洞天率6分半堂弟子拜见苏楼主。苏楼主雄才大略，6分半堂甘拜下风，我等愿意臣服。狄飞京为何不来啊？狄大堂主身体不适，这才叫我们来送个礼，道个贺。既然是恭贺，为何送口棺材？那当然是祝苏楼主升官发财。
雷总堂已死，他的势力归我，棺材也归我。好，这礼我收了。喝庆功酒，不忘带杀人刀。知道我要来啊？送一口棺材来祝福。你以为六番半堂的人为何能大摇大摆，不受一点阻拦的进来？刀一在手，人便狂。若没有你，我将会很寂寞。为什么？当年我为了活命，当着你的面亲手杀了我父亲。我留着这条命，就是为了能够亲手杀了你。生死有价，恩怨必报，仇可以让你报，取我这条命，你不够资格。祖堂，没输了，我们没输了。输了，认了吧，苏公子。求个死啊！放他们走。你不用死，我可以让你离开。怎么活着身不由己，怎么死遂了我的愿吧。祖堂，我不会败死的。
不要替我报仇。如果一定要的话，爹，舒大夫，怎么样？苏楼主旧病缠身，接连大战又受了伤，伤了元气，身心俱损，悲则气消，忧思郁结在心，方才至此的。我已经飞鸽传书，让父亲把家中的疗伤秘药送来京城。只是在药到之前，还希望舒大夫暂时控制师兄的伤势。是，温家医术天下闻名，秘药自然是最好的。不过这几日楼主还要静心休养，万万不可动刀动武，这才最好啊！明白，明白，有劳舒大夫了。在下告辞了。有劳。请。师兄，你快躺下。你们知道现在对我最好的治病方式是什么吗？你说。当自己没病。嗨，都出去吧。走吧。生死有价，恩怨必还。随我去荡平金风细雨楼，弑杀苏梦斩。是。慢着！总堂刚走，你们就要提刀出去。是想总堂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吗？人都死了，才想着安不安宁。总堂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是父亲不让他去的。父亲去细雨楼，是为了死中求活。狄大哥是他为6分半堂留下的一份火种。父亲已经不在了，你们是想让他看着你们这样起内讧，看着6分半堂分崩离析吗？既然是总堂的安排，那狄大堂主就好好当你的火种吧。但我的事情轮不到你管。你想要报仇，我本不该拦你。那我问你，你要杀苏梦辰，你有几成把握？拼上6分半堂所有人，我也要让他金风细雨楼墙倒屋塌。墙倒屋塌，血流成河。有多少命是金风细雨楼的？
又有多少命是我们6分半堂的？这就是你想要的复仇吗？你想要6分半堂绝迹于江湖吗？心中有恨，手里有刀，提刀杀人，能有多难？可那不枉费了总堂的一番苦心，毁了他一生的心血吗？你们要记住，你们在场每一个人的命，都是总堂拿命换来的。总堂走了，江湖变了，我们6分半堂的规矩也得变一变。第一条规矩，从今日起，6分半堂要一条心，可以很多人说话，但只能一个人做决定，做决定的人是我，你们的事归我管。第二条规矩，要忍，恨藏在心中，刀收在鞘里，不管这口气多难以下咽，你们都要忍下去。刀在你们手里，不服就得趁现在。我服你，可是我要问一下，要忍到什么时候？你们或许都觉得总堂走了，可苏梦枕病得重，伤得惨，正是复仇的好时候。可在我看来，当我们看到对方缺点的时候，那是对方故意让我们看到的；当我们看到对方的优点，反而可能是对方的缺陷。如今金风细雨楼一家独大，这便是他们的优点，也是他们的破绽。一家独大，便不能长存。我们忍着，看着，坐等他们分崩离析的那一天。到了那一天，就是我们提刀去报仇的时候。是。子规穷拳，重让忧歌。无祸无恙，神明开路。奉尚书大人之命，为雷总堂送行。给雷总堂送路上打点的钱，这也是我们大人交代的。子规穷拳，重让忧歌。无祸无恙，神明开路。雷隼当年拿着300两黄金来见我，跟我说这是他全部家当，但以后他能帮我赚到3000两、3万两。这些钱他后来确实帮我赚到了，我也帮他争到了6分天下。人死债消啊，这300两得还给雷隼，免得让一个死人惦记。老雷，一路走好。人世间的一切
别再添进了。辉煌冲批，西方正路，先祖庇佑。今天是父亲大丧的日子，不得让他清静。奉楼主之命，我等为雷总堂点一杯英雄酒，点一盏平安灯。往生极乐，恩怨并了，碎瓦为玉，火生莲华，送雷总堂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好收些。当年我亲眼看见雷隼重伤我父亲，我多想当场就杀了他。可我看着父亲，我知道他是要我好好活下去，只有活着才能报仇。为了取得雷隼的信任，我亲手下了最后一刀，杀了自己的父亲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只剩下报仇这一件事情。可有时候我好恨，如果当时我没有看懂他的眼神，那么我这一生会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？这么多年，我就这么把自己卖给了雷隼，像一个宠物一样的讨他欢心，摇尾乞怜，伏低作笑，为的就是能够有一天杀了他。但可笑的是，雷隼现在终于死了，而我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。你当然有，你是被仇恨困得太久了，现在大仇得报，你的未来是你自己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为了自己。我想，这也是你父亲希望看到的。我知道杀李念堂那晚，是你出手相助救了我。如果你需要保护，我白首飞会护你一辈子。如果你想自由，想去哪里都可以。雷妹，你现在有选择的自由了。你二哥想离开了吧？我是你大哥，也是他大哥。兄弟心里想什么，我还是能猜到的。就算二哥他要走，只是不在一起办事情而已。我们三个是兄弟，是一辈子的兄弟。
初次见你，我就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仿佛我们之间已经认识了很久。我也是。那时候我刚从白须园下来，心里头只想着自由闯荡一下。用温柔的话讲，我就是个傻小子。你不傻，很多时候，你只是在装傻。听大哥说这一番话，可是有事情明示我。我问你，接下来你想做什么？大哥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亲生父母的死和有桥集团有关。雷隼已死，可他背后的人至今没有被揪出来。往大了说，我也想像大哥一样，为了江湖做一点事情；往小了说，我想到处去走走，总得有片自由的江湖吧。你的个性独善其身没问题，但要照顾身边人，在江湖上可有苦头吃了。但若是你做了这个位置，任何事你想做，甚至你想查，自然就会有很多人帮你。大哥，其实做不做这个位置，我想做的事情，我也一定会去做。哪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，我也一定会去做。孤飞苍山远，云霄万里高。这是幅好画，对吧，白幽静？大哥怎么知道？其实，从纯儿第一次送我这幅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。是啊，大哥一直什么都知道。从前，我跟他每次见面都很难得，因为我们之间有跨不过去的阻碍。现在，他父亲不在了，我却失去了见他的资格。我倒希望我有资格向雷隼砍出那一刀。你总是心比天高。如今江湖上，地位和雷隼相当的人已经没有几个。要不，你也砍我一刀？我曾经说过，这画室你随时都可以进来。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想知道，关于我们之间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那天在飞天跨海堂，我看见大哥在万众瞩目之下，我很是羡慕。我不想欺瞒大哥，我想成为那个万众瞩目的你。但清风细雨楼只能有一个你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兄弟有鸿鹄之志，我不会阻拦。我尊重你的决定。
今夜有时3刻，汉能来凤灵阁一聚。无论今后离别与相聚，我都想请大家喝一杯酒，听我说一次挽留剑的故事。楼主，这把挽留剑是把单刃剑，是300年前一位铸剑大师所打造。这把剑锋利至极，他不小心用这把剑伤害到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悔恨一生。临死之前，他为挽留剑的一侧封了刃，希望后世人使用这把剑的时候，能有挽留之心。后来这把剑传到了我们自在门，我的师祖韦三清，底下有3个徒弟：诸葛神侯、袁13县，还有我师父天一居士。可他们3个都没能继承这把剑。神侯说过，见过那朵漂亮的花，便不枉此生，指的便是他心爱的女人。他一生成就极高，却也未能继承挽留剑，估计是未能挽留挚爱吧。江湖传言，袁13县是个输不起败不得的人。他一生痴迷武学，终于练成伤心小剑，但就在练成的那一天，他突然走火入魔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。他之所以没能继承挽留剑，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挽留住自己的本心吧。我爹说过，真正的赢家往往是输得起的人。听了袁13县的事儿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输不起的人啊，也赢不得。那你师父呢？为什么没有继承挽留剑？我师父和2位师叔原本情同手足，可后来2位师叔却成了一生的仇敌，我师父也就放弃了继承这把剑，因为他觉得他没能挽留住2个最好的兄弟。挽留天涯，挽留人，挽留岁月，挽留你。我是识挽留的人，我有挽留之心。我不想上一辈的遗憾在我们身上重演。小石头，放心吧，我跟大哥之间没有嫌隙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们都是兄弟。是我和小石头请春姐姐来的。师兄，那件事本非你所愿，你好好和纯姐姐说一说。挽留剑的故事，王小石并没有讲完。有一个姑娘叫小静，她的父亲死在了诸葛身后和袁13县的联手之下。她为了离间2人，也为了报仇，嫁给了袁13县。这一嫁，不是爱，而是恨，痛苦了一生，最后死在了袁13县手里。你我这辈子
没有喝上的合卺酒，我当这杯便是了。父亲这一生与金风细雨楼为敌，今夜过后，我心亦如此。不知阁下何人？大伤守卫，擅闯我6分半堂，究竟有何意图？他们不知道我是谁，但你应该知道。把刀收起来，把刀收起来。13先生，不知13先生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丞相令，雷孙可以死，6分半堂不能乱。从今以后，6分半堂由我接管。他就是你们新的总堂主。参见总堂主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可是6分半堂的总堂主，堂里我哪儿不能去？倒是你已经不是6分半堂的大小姐了，但是你有机会可以成为总堂主夫人。让开！让开！屋里的人没出来之前，谁都不许进去。我说你不能过去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。今日谁拦我，我便杀谁。再动，我就杀死你！
放了他，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。责任？你有什么责任？我杀了你的人，你怎么会放过我？那个人本来就是送给你杀的，雷损废物，却生了你这么个好女儿。准备一下，明日跟我去见相爷。相爷在等你，进去吧。相爷，为何到此？我杀了您的人，所以前来和您赔不是。怎么赔？用我自己赔。相爷需要的是一个能接管6分半堂的人，我可以做这个人。你想掌管6分半堂，野心不小啊。那你有这个本事吗？江湖人都是生意人，我父亲以前如何为您做事，我现在也可以。你父亲是你父亲，你是你，你怎么能证明你能像你父亲一样呢？我会向您证明的。不要替我报仇，如果一定要的话，去找白愁妃，去找。爹，爹！小姐，真的要去楚河镇吗？江南霹雳堂势力复杂，我们也不熟悉。小姐身边一个会武功的人都不带，万一他们对你起了歹心，可怎么办啊？小姐，非去不可吗？以前，就算遇到再大的事情，别人想着我是雷隼的女儿，
6分半堂的大小姐，也总会给几分薄面。现在，我只能靠自己，必须要靠自己。那再怎么样，你也应该带上我呀，起码身边能有个人照顾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。墨儿，去帮我办件事情。没有提前告知便前来拜访，还望没有打扰公子。不去守着你家小姐，到我这儿来干嘛？墨儿此次前来是有一不情之请，还希望公子能够帮忙。自从总堂主走了以后，小姐一直忧心忡忡。她这几日想了许久，才终于下定决心要接掌6分半堂。但是小姐势单力薄，想要撑起现在的6分半堂没有那么容易。总堂主出身江南霹雳堂，小姐便打算收服这股势力，为6分半堂所用。小姐明日就要启程去楚河镇，此行凶险，身边又没有什么信得过的人。白公子，你可愿意同去？李飞京呢？小姐让大堂主留在堂里，他谁都不准备带。白公子，我知道你虽然是金风细雨楼的人，但也是真心待小姐，是个可信之人。为了小姐，白公子能否答应这份请求？